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性感感觉醒，从古装女侠到现代御姐，彻底美出新高度。赵丽颖用楚乔传的野性、知否的隐忍、向阳、花的倔强，打破甜美标签，证明性感是角色与演员碰撞出的生命力。正如她所言，角色赋予灵魂，演员要让角色活过来。提到赵丽颖，观众的第一印象往往是甜美元气国民闺女，但若仅用这些标签定义她，或许会错过她身上更深层的性感魅力。从古装剧中的侠骨柔情，到现代剧中的干练独立，赵丽颖用角色证明，性感不仅是外露的风情，更是角色内核与演员张力的碰撞。她的每一次突破，都在重新定义性感的边界。一、古装剧中的致命吸引力。赵丽颖的古装造型常被评价为仙气飘飘，但她的性感从不局限于逸媚飘飞。在《楚乔传》中，她饰演的楚乔从柔弱女奴蜕变为铁血女将军，高开叉长裙搭配冷冽眼神，将野性美诠释得淋漓尽致。而有肥里周翡的飒爽英姿，更以利落短发和战损妆容，展现了一种不羁的江湖气。最令人惊艳的莫过于《老九门》中的尹新月，剧中她以旗袍造型亮相，纤细腰身与复古盘发尽显民国风情，而面对张大佛爷时的娇俏与隐忍，将欲说还休的暧昧感拿捏得恰到好处。二、现代剧中的高级感蜕变。赵丽颖的性感在现代剧中呈现出另一种维度。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盛明兰从青涩少女成长为家族主母，旗袍与高领毛衣的搭配既端庄又不失韵味，举手投足间尽显御姐范。而你和我的倾城时光里，她饰演的林浅以干练西装亮相，职场精英形象下藏着一丝妩媚，被观众称为西装暴徒。婚后转型的赵丽颖更敢于挑战突破，在《幸福到万家》中，她素颜出镜饰演农村女性和幸福，却因真实演技让观众看到接地气的性感，那是历经磨砺后依然坚韧的生命力。而近期曝光的电影《向阳花》中，她饰演单亲妈妈高月香，为救女儿不惜化身陪酒女，眼神中的绝望与倔强，被赞演活了现实的残酷与人性的光辉。在娱乐圈光鲜亮丽的表象背后，真正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单一的美貌，而是一种气质的觉醒与角色的重塑。赵丽颖，这位从清纯可爱一路成长为荧幕百变女王的实力派演员，再一次用她不断进化的风格，颠覆了大众对她的标签化想象。如今，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那个只会演乖巧少女的赵丽颖，而是一个可以用性感、御姐、魅力四射来形容的多维女性形象，一个在古装侠骨与现代锋芒之间自如切换，让人惊艳的女演员。性感这个词，曾经与赵丽颖的荧幕形象似乎不太相符。早期的她多以甜美、温婉、小白花气质示人，像《陆贞传奇》里的陆贞，《花千骨》中的花千骨，甚至《楚乔传》中的楚乔。虽然武力值拉满，但整体气质仍偏向坚韧中带着柔弱的少女感。彼时的她，更多被视为国民初恋、坚强女孩的代表，而非性感女神。但随着岁月沉淀和审美意识的觉醒，赵丽颖悄然打破了这种单一印象，用作品、造型与气场一步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独特性感感。这种性感并非肤浅的裸露与刻意的姿态，而是一种藏而不露、张弛有度的成熟表达。在《谁是凶手》《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乃至在人间这些作品中，赵丽颖开始更多的诠释成熟女性的复杂性，既有强大内心，也有情感挣扎，既能沉稳控制局面，也能在情感爆发时震撼人心。尤其在《风吹半夏》中，她饰演的许半夏不仅在商业场上雷厉风行，眼神、姿态、走路方式都带着掷地有声的自信感，那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气场，让人无法忽视。这种女性力量感本身就极具性感魅力，她不依附于男性，不取悦谁，而是源自自我认知与成长的自洽。与此同时，
赵丽颖在造型上的探索也可谓是性感觉醒的一部分。从红毯上的高级定制到日常活动中的时尚穿搭，她不再拘泥于甜美小裙子的安全区，而是尝试各种大胆剪裁的礼服、西装混搭、深色调造型，甚至通过发型与妆容的变化，展现出一种锋利而不失温柔的张力。像她穿着黑色天鹅绒高开叉礼服亮相某颁奖典礼时，网友评论性感而不妖艳，气质全开。正是因为她知道如何掌控分寸感，让美成为气场的延伸而非炫技的展示。赵丽颖对性感的表达其实更接近于一种内敛型性感或气质型性感。这种性感不以身体暴露为噱头，而是通过角色的眼神、语气、肢体语言甚至呼吸节奏传递出女性的力量与诱惑。这也许才是比外在更打动人的性感方式。她可以是现代都市中的精英女性，也可以是隐忍自强的底层小人物，更可以是身披战袍、冷静杀伐的侠女。这种风格的多样化，展现了她作为女演员的可塑性，也让观众愿意一次又一次地被她迷到。值得注意的是，赵丽颖的性感转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次次的角色沉淀中慢慢进化出来的。她没有靠着一部纯靠身材的作品博眼球，而是通过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细腻诠释，让观众自然而然地看到她身上的那种女性张力。这或许也是她性感更让人信服的原因，不是为了转型而强行性感，而是顺应角色气质与自我认知的发展，使性感成为角色的一部分，也成为她人生阶段的一种写照。在当下娱乐圈，女性明星性感化的路径不外乎两个极端，要么极度迎合男性视角，过度暴露，要么彻底无性别化，强调中性气质。而赵丽颖却找到了第三种路径，她用演员的敏锐与生活的沉淀，诠释了一种温柔而坚定、性感而不张扬的中间地带。这种气质不仅更高级，也更真实，因为她不试图讨好任何人，而是在表达真实自我中赢得尊重与关注。而观众之所以能在这条转型路上一路追随，一路鼓掌，不只是因为赵丽颖的努力，更因为她展现了一种被低估者的反击。从最初不被看好的非科班出身女演员，到如今掌握角色命脉、影响审美趋势的演艺中间，她每一个选择都在说，性感可以有很多种，属于我的那一种，就是不被定义的样子。双引号。也正因为如此，她不仅赢得了观众，也逐步赢得了业界的认可。越来越多的导演愿意将多维度复杂的女性角色交给她，越来越多的品牌看中她身上那种不可复制的纯粹而强大的气质。这种性感不再局限于穿什么，而是内化为她在每一个时刻的状态，一种在女性身份中游刃有余、游走自如的力量感。在这里，我们也想对每一位欣赏赵丽颖的观众说几句话，感谢你们不只看脸，也看到了她的努力、她的突破，她在每一个角色背后的坚持与信仰。在这个快速消费明星的时代，愿我们始终保有一双慧眼，看得出那些真正有演技、有思想、有灵魂的演员，并给予他们更长久的掌声与支持。赵丽颖的性感之路，其实也是每一个普通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会经历的转变。从被动被看见，到主动选择被看见的方式；从为他人而活，到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这是一种觉醒，更是一种力量。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赵丽颖会继续用她的多元魅力去撬动更多角色的可能性，也为荧幕上的女性形象书写更多性感之外的可能。性感不止于皮箱，也不止于舞台，它是一种态度，一种自洽，一种由内而外的光芒。而赵丽颖正是这束光芒最柔韧也最锋利的存在。希望未来的她依旧能走得坚定，演得深刻，美得自在，也性感得恰到好处。户外中产的白月光被王一博锁定，25年传奇品牌破圈在即。王一博与百年户外品牌 HH 的天选合作引爆期待，从纪录片探索新境的荒野造型到即将官宣的世纪代言，
这位顶流用滑板少年加职业车手的硬核基因，完美诠释 HH 自由野系的户外美学。140年历史的 HH 凭借防水、黑科技与北欧极简设计，既征服北极科考队，又横扫都市街头。这次与王一博的双向奔赴将重新定义户外时尚。王一博又双弱收割户外顶流了。三大户外中产心理的白月光品牌，他一人独揽俩。前脚刚带着始祖鸟玩出户外时尚划破圈名场面，后脚140年历史的 HHHELLY Hansen 就带着世纪官宣杀来。8号即将高调公布的代言消息，早把全网期待值拉满。这场顶级流量与百年传奇的双向奔赴，其实早在去年纪录片《探索心境》里，王一博就悄悄给 HH 提前剧透了。镜头里，他穿 HH 粗粝感工装爬坡，骑摩托穿行荒野，把品牌骨子里的自由野系气质焊在身上。尤其是那套兼具机能感与设计感的造型，被他穿出行走的户外美学教科书既视感。当时网友就疯喊 ：“HH 这波赢麻了，请把王一博同款焊在购物车。”如今看来，原来早在那时，这场天选合作就埋下了伏笔。自带滑板少年加职业车手双料运动基因的他，和 HH 扎根户外的硬核基因，简直是天生的破圈搭档。可能有人会问 ，HH 到底凭啥让顶流青睐？划重点，这可是户外圈响当当的老炮儿天花板。1877年，挪威西海岸的惊涛骇浪中，创始人哈雷·耶尔·汉森用浸泡亚麻油的粗麻布做出第一件防水服。从此给全球探险者焊死了防护 BUFF。140年来，从 HELLY Tech 防水透气黑科技暴雨里能呼吸的神级面料，到 LIFA 技术自带人体空调，出汗不粘身还保暖。HH 把功能性加时尚感完成了行业标杆，上到北极科考队、专业救援队，下到都市户外爱好者，谁衣柜里没见 HH 的硬湖战役？最绝的是 ，HH 的设计从来不是傻大粗，北欧极简线条加修身剪裁，让专业户外装也能穿出 T 台感。难怪王一博穿上既能驾驭极限运动场景，又能在日常街拍里帅出新高度。毕竟谁能拒绝既能冲锋陷阵，又能时髦出街的宝藏品牌？现在回头看，始祖鸟靠它掀起户外时尚化浪潮。HH 则用百年技术加自由精神接住流量，王一博的户外顶流收割机称号，简直是流量与品质的双向奔赴。不得不说，他挑品牌的眼光太毒，既要硬核实力打底，又要能玩出年轻态度，这不就是当代年轻人追崇的双向赋能吗？坐等8号官宣大片上线，好奇这次他会带着 HH 解锁雪山、海洋还是城市骑行？毕竟这位行走的广告牌每次出手都是一场重新定义潮流的户外美学课，下一个被他带火的户外单品，说不定就是你衣柜里的下一件刚需。户外品牌的世界一直以来都有一种隐秘而坚定的信仰，那便是品质、精神与实用主义的融合。当快时尚充斥市场，当浮躁风格席卷都市，仍有一些品牌用低调的姿态坚守初心，以功能性为核心美学，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一个庞大却克制的消费族群——户外中产。这些人不张扬，却拥有极强的审美判断力和生活态度，而在这其中，被誉为白月光的存在，就是海莉·汉森 （Helly Hansen）。25年品牌历程，海莉·汉森始终行走在专业与高阶审美之间，从未靠流量浮名炒作自己，但他却靠口碑。在山野、雪域、航海与城市探索中，征服了无数真正热爱生活的人。他不是爆款代表，而是属于那些懂的人才懂得珍藏。而如今，这份白月光被王一博锁定，不是意外，而是一次精准的共振。王一博从不轻易接代言，他的商业版图极具辨识度，深度契合自身特质，从不迎合主流标签。他不仅是艺人，还是赛车手、滑板爱好者、户外探险参与者。他不是表面炫技，
而是用行动真正生活在热爱中。这份行胜于言的姿态，恰恰与海利·汉森秉承的品牌哲学“用技术去理解自然”不谋而合。此次合作引爆全网，不仅因为王一博的流量，更因为他代表的年轻一代高质量热爱生活人群正在悄悄重塑潮流。他们不再追求单纯的好看，而是看重产品背后所承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当王一博身着海利·汉森的剪影大片刷屏时，观众不仅看到了一个光影间的少年，也感受到一种自由、自律、自然的氛围，那是一种令人心驰神往的精神象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网友会纷纷留言：白月光终于破圈了，这是我最信任的户外品牌，也是我最信任的代言人，低调又高级。王一博一如既往的选得太对了。这种评价不仅来自粉丝的情感认同，更是对其选择的理性认可。王一博不再只是偶像，他是生活方式的引导者，是青年群体对质感自由的追求具象化体现。值得一提的是，海利·汉森一直以来在极限环境中的高性能表现是行业标杆。无论是北欧严寒气候下的帆船队、极地滑雪队，还是极限救援人员，他都能提供顶级保护。这一次，他走进大众视野，不是为了迎合，而是通过王一博这一真实、勇敢、自律的代言人，让更多人重新理解科技户外的真正含义。这种破圈来得不浮夸，甚至显得克制，但它却带着极强的渗透力。就像王一博从不大声喧哗，却能让整个舞台因他聚焦。他不靠制造噱头，却总能让每一个品牌再被看见。这份力量源自他在舞台之外的真实努力。赛车道上，他是速度与冷静的结合；滑板场上，他是专注与自律的化身；山野间，他是行者，也是探索者。而这些元素构成了一个自由而不张扬的当代户外理想。有人说，王一博是被动的走红，因为他从不主动曝光生活，不炫耀不张扬，但却始终以作品与行动赢得尊重。此次合作也印证了这种安静却有力的价值。他不是流量为王的典型，但他让品牌安心；他不是喧哗炒作的代言人，但他能让大众慢下来，看进去，信下去。如今，消费者越来越回归理性，对品质、体验、实用性的关注日益增强。而王一博代表的生活及态度，恰好成为一种时代标杆。他所选择的品牌，不再是为了曝光数据，而是为了与自己理念共振。这种匹配，不仅提升品牌质感，也塑造了代言人的深度与温度。站在2025年的节点回望，我们会发现，当代年轻人更愿意去靠近那些真实的人，那些不会在热搜上喧嚣，但却在生活中用细节打动人的存在。而王一博就是这样的人，他可以在极速赛道拼尽全力，也可以在荒野里静静思考；他可以在摄像机前绽放锋芒，也可以在生活中低调前行。而这种多维的自由表达，正是新时代青年的精神共鸣。最后，想对所有读者说一句话：热爱不是短暂的激情，而是你愿意在某个领域里用行动去回应内心的召唤。不管你是在城市奔波，还是渴望一次心灵的远行，都别忘了给自己一份真正可以信赖的陪伴。而王一博和海利·汉森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选择的方向。他选择了山野，也选择了我们。他用行动诠释热爱，用选择回应内心的秩序。在这场合作中，我们不仅看到一个品牌的新生，也看到一个人持续定义理想生活的能力。愿我们都能像王一博那样，不被标签束缚，不为掌声左右，从容、坚定、真实地走自己的每一条路。下一次，当你踏入自然，背上行囊，追逐风的方向时，也许真正的白月光已经悄然陪你在路上。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